陛下，您这一生对得起江山社稷，对得起功臣百姓，更对得起我，唯独岳妹妹，您辜负了她。”宣太后临死前曾经召集皇帝、岳飞及众人，说了大段遗言，道出了皇后、皇帝、岳飞三人多年来感情纠葛的隐情。皇帝是位好皇帝，但他真的不是一个好丈夫，因为他辜负了2个真心待他的好女人。电视剧已经播出过半，大家也已经知道皇后并非皇帝原配，不过是因为当年老乾王因为政治利益执意要与文帝联姻，将宣氏嫁给了文帝为后，而本与皇帝自小一起长大的原配岳氏，为了不得不稳定朝堂，屈居为妃。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也随之被立为太子，可惜太子太过优柔寡断，偏听偏信，任人唯亲。在处理曲灵君杀父一案中，虽然仁厚刚正，可是却失了太子的威仪。王纯私自带兵剿匪失败，身为一国储君，想的不是如何对他追责，而是如何帮他求情脱罪。凌不疑用太子印信撕掉军队，暗杀了林氏全族，为霍氏全族报仇，也是因为他过于任人唯亲，早早地将印信交予凌不疑，让他代理处理东宫之事，以致他和凌不疑都犯下大错。太子现在行事都如此不计后果，如果将来真的继承了皇位，不是又弄得外戚专权，皇帝权力被架空，最后祸国殃民吗？不仅是皇帝，连所有人都看清了这一点，太子也知道自己十分平庸，并不是很想做这个皇帝。宣皇后眼见着宣氏大势已去，与其等着太子被废牵连整个宣氏，不如自己壮士断腕，自己请求皇帝废去他的皇后之位，而后太子再借口自己不是皇帝和皇后的嫡出，辞去太子之位，既避免了皇帝左右为难，又能够保全自己的儿女和整个宣氏，说不定皇帝也会念着他的好，善待宣氏。果然一切都如宣皇后所愿，宣皇后被废，岳飞被立为了新的皇后。宣氏一族不但毫发无伤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，而且皇帝还对宣氏一族大加封赏。太子请辞后，三皇子众望所归，成为了新的太子。宣皇后的任务完成了，可是她的心病却在废后以后永远地留下了，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宣皇后离世，召集众人留下遗言。5年后，宣皇后离世，她终于把藏在心中的多年的话，一股脑地对着皇帝和岳飞说了出来。陛下不是胸无大志，而是安于平凡。这世界上大概能分为2种，一种如高皇帝楚霸王那般雄心勃勃地要改天换地，还有一种如陛下，虽然文韬武略无人可及，但却无心争雄天下。我在陛下身边待了几十年，我知道陛下心中依然是那个喜爱耕读的磊落少年郎。若不是天下大乱，若不是陛下的兄长非要扯其起事，我知道陛下是愿意一生闲居乡野的，然后迎娶岳妹妹，生几个宁馨儿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就此平淡一生。皇帝热泪盈眶，知我者神安也。这样看来，皇帝其实爱美人更重于江山。如果不是天下大乱，皇帝被众人裹挟着不得不往前走，他是不可能自己去做这个皇帝的。他宁愿一生和自己心爱的岳飞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平淡一生，好过每天在征战天下与平衡朝堂中绞尽脑汁。皇帝因为亏欠了岳飞，所以才拼命地撮合凌不疑和邵商，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，不希望愧疚和遗憾在他们的身上再次上演。皇帝也因为爱屋及乌，所以尽管小岳侯做下很多伤人害己、祸害朝堂的事，看在岳飞的面子上，终究会留他一命。陛下为天下安宁舍弃了许多，岳妹妹何尝不是？不能因为她泼辣爽直、大大咧咧，陛下就以为她不会往心里去，不曾痛彻心扉。我知道她暗里流的泪只有比我更深。以后的日子里，陛下要与岳妹妹好好的，就如你们还在乡野时的那般亲密，就如我不曾来过。岳飞听完皇后的肺腑之言，早就泣不成声。皇后和岳飞他们2个人性情迥异，立场相反，却暗自欣赏对方，数十年不曾猜忌。这样惺惺相惜的皇后和妃子实属罕见。
宣皇后从来没有想过，在岳飞跟着皇帝征战天下，将几个孩子暂时放在他身边抚养时，伤害岳飞的孩子。岳飞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争夺宣皇后的皇后之位。宣皇后在离世之际，也始终心怀感恩，从未怨恨过任何人。为了江山社稷，主动放弃了皇后之位，当得起母仪天下这4个字。宣皇后被废以后，只带着几个宫婢就离开了皇后的居所长秋宫，住进了永安宫，并且下令不让任何人进入。少商好不容易靠着3皇子才进入永安宫，并且靠着宣皇后对自己的喜爱和怜悯，留在了永安宫照顾了宣皇后6年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宣皇后都不是一个好长辈，她自怨自艾，沉迷往事而疏忽管教儿女。可对少商而言，他要的就是这种不理智的庇护，毫无缘由的信任，这是在他母亲萧元一那里一直渴望得到而又得不到的母爱。本来宣皇后死后是要入葬皇陵的，但他请求皇帝允许他割下一束头发，让少商烧成灰，带回他年幼时随父亲隐居的山坡，顺着风势撒出去。宣皇后其实自小羡慕他人随心自在的日子，可她这一生总不自由，事事由人主张。她最后的心愿便是来生能青春作赋，山野颂歌，自由自在的一生。至情至性的少商自然是拼死也要完成宣皇后的遗愿。宣皇后这样的性格真的不适合生活在皇宫，因为她不仅天生喜爱自由，却又阴差阳错的做了不适合她这种性格的皇后。做皇后最忌讳的就是太过于善良仁厚，历朝历代像这样的皇后总是天妒红颜的多，长命百岁的少。不忍心苛责别人，最后只会伤害到自己，她是被自己活活憋死的。